把澳大利亚拖下水又不给一个交代，这澳大利亚跟英国直接是找上门，必须把这件事给解决了。可是美国能怎么解决呢？自己都陷入了死循环。各位好，欢迎来到康寻说。毫无疑问，在核潜艇的问题上，澳大利亚是坑了。为了进一步给中国施压，美国联合英国跟澳大利亚搞了一个奥库斯联盟啊。根据协议，澳大利亚将获得来自美国或者英国的核潜艇，以及能够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的技术。为此，澳大利亚可能都没犹豫一下，就把法国是一脚踢开，终止了与法国的常规动力潜艇订单，幻想起了拥有核潜艇的日子。可是，澳大利亚被美国拖下水之后，才发现自己上当了。美国到现在那是什么都没说，什么时候能够把潜艇卖给澳大利亚？烦恼是美国造船厂陷入了困境，不仅新的舰艇建造周期是不断的延长，等待维修的舰艇呢更是要排上好几年的队才能够进入造船厂维修的消息，让澳大利亚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核潜艇来。本来澳大利亚的步子迈得不是那么大，先完成了跟法国的订单吧，再慢慢图谋美国和英国的核潜艇，那是一点事情都没有。可是呢，现在法国的潜艇没搞到手，美国和英国的核潜艇又扑了个空，这眼看着澳大利亚海军的柯林斯级潜艇就要退役了，美国和英国承诺给澳大利亚的核潜艇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这能不让澳大利亚紧张吗？把澳大利亚拖下水又不给一个交代，这可怎么行呢？于是澳大利亚一合计，那就直接拉上英国一起去找美国，要让美国给一个交代。有消息指出，阿尔巴尼斯和苏纳克将会在3月份前往美国讨论该怎么给澳大利亚一个交代，该拿什么来取代即将退役的柯林斯级潜艇。那至于说为什么找美国，那还是拉着同样给了澳大利亚承诺的英国一起去找美国要核潜艇，其实这也很正常。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澳大利亚也清楚，英国那是做不了主的，这件事儿还得美国来拍板呢。更何况英国也没有能力给澳大利亚提供这个核潜艇，在美国造船厂排队，或者是等着美国海军核潜艇退役再接手过来的希望，都比从英国那里搞到核潜艇的希望要大。英国呢也是自知无能为力，才会陪着澳大利亚一起去美国，加上一下奥库斯联盟的联系，并且呢好好讨论一下解决澳大利亚这个小老弟所面临的问题吧。美国也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或者说知道躲不过去了，干脆就硬着头皮上了。美国方面也是放出风声，这次必须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将在一次会谈之后宣布对澳大利亚的核潜艇计划。可是呢，美国又该怎么解决澳大利亚的核潜艇问题呢？美国造船厂的产能就在那儿啊，美国肯定会优先保证美国海军的需求。如果优先保证美国海军的需求，那又该怎么完成对澳大利亚的承诺呢？美国海军造船厂现在是连美国海军的需求都不能满足。之前就有美国海军将领痛斥国防工业，表示这核潜艇的交付是一再推迟，这也导致原定计划交付的核潜艇总会少上那么1-2艘，而不能满足美国海军的需求。别说给澳大利亚造新的核潜艇了，美国足够数量的核潜艇，美国海军都不会轻易的退役核潜艇，所以澳大利亚可能连美国海军退役的核潜艇那都搞不到手，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呢。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